您正在收看的是习主席新闻，由最伟大的领导亲自播报。各位晚安，欢迎收看习主席报新闻。我是正着念、倒着念都可以的习主席。视频开始前，请先点一个关注，以免武警道门服务。大家好，我是习主席最好的兄弟川普。川习会每周都在如期举行，请大家别担心。外传民进党转向力邀沈伯洋竞选台北市长。民进党议员洪建义25日直呼，沈伯洋可说让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，台北市长蒋万安肯定有场非常难打的仗。紧接着是下一则新闻，全台湾关注度拉满的金华城案终于迎来了一审大结局。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遭判刑17年。这个判决最让人绷不住的地方在于，过去这一年全网的政论名嘴每天都在疯狂抹黑带节奏，死磕一个神秘代码小沈1500，大家都以为这是高达1500万的终极受贿实锤。结果法官一敲锤，不好意思，小沈1500这部分无法定罪。检方铺天盖地找了半天的1500万根本没有被法官采纳，最后竟然是用一笔捐给民众党的210万来定罪。很多民众都好奇，这背后是不是有一双看不见的绿色小手在推动剧情？这感觉就像是你追了一部高达100集的 Netflix 世纪悬疑犯罪纪录片，结果在最后大结局的时候，旁白突然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没拍到，但我们发现他过马路没走斑马线，所以我们还是决定把他关起来。审判长在庭上说，前金后谢很常见，而且前金低的离谱也很常见，所以金额大小不是认定受贿的标准。我就看观众信不信吧。不，金华城是一个牵涉到几百亿利益的超级大案子。如果你身为一个首都市长，帮人家搞定几百亿的案子，结果你的前金只拿到区210万台币，你是信这个说法，还是信我是维持世界和平的世界警察？既然柯文哲拿了210万被判17年，那咱们就搬好小板凳，前排吃瓜，看看隔壁郑文灿那实打实的500万，到时候能判几年？前提是这案子的法官可千万别再集体战术性请假了。知名乐团灭火器日前于大港开唱，现场飘扬着台独的旗帜，场面十分逼。好险，这个拿70万补助的还没参加，不然现场到处飘扬着我要干狗屁眼像话吗？这周台湾油价涨了1.8元，但是各位打工人先别急着骂人。卓荣泰在出席活动时表示，因为国际战争的关系，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战争是我隔壁这位川普先生引起的。油价原本应该要大涨15元，但中油帮大家吸收了13.2元。因此院长呼吁全国民众，大家经过加油站的时候应该跟中油说声谢谢。好的，因为没有什么比几百万个通勤族在塞车时摇下车窗，对着一个巨大的红白蓝招牌大喊谢谢，更能展现一个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了。我好奇的是，开电动车的人该怎么办？他们经过时也需要道谢吗？还是对着油枪微微鞠个躬就可以了？这根本就是超经典的情绪勒索啊！医生说本来输血很贵的，但医院决定自行吸收成本帮你输，快说谢谢。你感动道谢后，才发现护理师是从你的左手抽血，再输进你的右手。院长还强行卖惨，说中油为了填这13.2块的坑，一周就要亏掉34亿。等一下，中油不是国企吗？一家国企一周亏34亿，你猜这窟窿最后是谁来填？还不是得靠千万个牛马的血汗钱？这离谱程度简直就像你半夜在自家厨房微波了一盒速冻水饺，
吃完硬是在灶台上拍了50块钱当小费，还对着空气大喊：“今天这服务绝了，不用找了。”神经病啊！卓荣泰最后还补了一句，他说希望战争赶快结束，到时候政府会用最有效的方式让中油的财务不会蒙受重大困难。我打赌这方式就是涨价。谢谢。以前马英九涨油价被骂得超惨，现在涨得再凶都没事，除此之外还要跟涨价的说谢谢。民进党真的太逆天了。台中连锁饮料品牌红茶巴士，近日老板娘因一句“请你们这些青鸟多晒晒太阳吧，不要永远活在阴暗面里”，引起风波。青鸟听了以后非常捧场，全部从阴暗处飞出来了。一阵出征后，老板娘发文道歉。果然两岸一家亲，遇到不合我意的事情，请不要忍住，也不要有言论自由这种不成熟的想法。你以为嫁来台湾就不会遇到小粉红了吗？哼哼。青鸟在出征文化上面已经不比你们小粉红弱了，他们连国中生也不会轻易放过，真的 ，Oh my God！ 这周台湾政坛直接给我们整了一出魔幻大活，离谱程度连咱们中南海的编剧看了都要直呼内行，自愧不如。赖清德居然高调官宣要重启核2、核3，还公开感谢立法院过了核管法。家人们谁懂啊？这事儿在我们这儿直接给大家整的 CPU 都烧了。去年民进党的委员们还在台上疯狂带节奏，喊破喉咙说这法案是给中共攻台开后门。我底下的将军们看了新闻直接绷不住了，跑来问我，主席，对岸给咱开了个自带辐射的 VIP 通道，这门咱们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然而赖清德重启核电的决定遭到赖清德本人否决，同党立委范云更是喊出该罢就罢。这个人这么不怕被清算的吗？赖品妤气到直呼重启个屁！我想等着看云豹以后会不会接到核能标案。另外这件事情竟然还牵扯到500名学者的大型失踪案，民进党真的太会打脸自己了。我看反核少女直接原地化身，反核少女也不是不可能。民进党的立委们怎么这会儿全体闭麦了？平时不是挺能逼逼的吗？怎么不敢去贴脸开大你们家主子？灵魂拷问一下，核废料往哪儿搁？结果好家伙，现在全员光速滑柜加180度大漂移，整齐划一地，造了个新核能的词出来，疯狂带节奏，主打一个狂放烟雾弹，强行模糊焦点，是吧？只要我造词造得够快，问题就追不上我。台湾真的不懂得利用资源，核废料有多棒，你们知道吗？它们在晚上会发出美丽的绿光，你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做成消波块，砌成一道巨大美丽的墙，放在金门的海边，这将是一道会发光的伟大长城。我向你们保证，如果有了这道墙，中国绝对没有任何一艘船敢靠近。他们会说，天啊，那里太亮了，而且我的头发开始掉了，这才是终极的国防。当被问到民进党神主牌非核家园是不是惨遭打脸时，赖清德给出回应，去年核3厂2号机停转，已达到非核家园目标。好家伙，我直呼好家伙，你2025年的非核家园关我2026年的新核能什么事？这下终于看懂了，原来在民进党的字典里，完成目标不是长长久久，而是只要我摸过终点线1秒钟，截个图打个卡，接下来我就可以朝着反方向一路狂飙了。这波操作属实是把青鸟给玩懵了。这倒是没错，民进党长期以来的神主牌被他们自己给砸了，标语也是时候改变了。赖清德发话说，既然立法院过了核管法，政府就必须主打一个依法办事，准备重启核2与核3。听起来是不是格局直接打开，满满的民主风范，完全尊重议会，对吧？但傻眼的是，之前立法院过了其他民进党看不顺眼的法案，行政院立刻光速变脸，反手就祭出拒绝附属的阴招，主打一个强行摆烂。
属实是把双标给玩明白了。现在台湾的行政院对待国家法律的态度，根本就像是在玩交友软体，看到自己喜欢的法案，像是核管法，他们立刻往右滑，大喊立刻结婚。但只要看到不喜欢的法案，他们直接往左滑，连看都不看一眼，还要顺便检举对方。这真的像是民主国家的作为吗？为了因应不知道谁引起的战争而导致的能源危机，卓荣泰要求政府公务车辆出入要精简。观众应该也注意到了，卓荣泰非常精确地使用了车辆这2个字。以上就是今晚的习主席报新闻，我是习主席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请记得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我们会实时监控观众有无意见3连跟审查留言区。晚安。